大家好，今天这个影片我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美国中部在经历了1个半月的几场雪，还有连续1个多月的超低温之后，我的菜园长什么样，并且我会介绍我使用的透明塑料桶来做保温的实验结果。我们美国中部今年的天气跟往年一样，又冷，雪也很多，不同的是今年冷的周期更长了。所以虽然只有几场雪，可是雪就是不融化，太阳也不常出来，所以我们这里几乎这1-2个月来都处在一种在冰库的状态。这是我们这里1月、2月的天气图表。现在快要3月了，天气图表也终于开始有所变化，已经开始超过0度了。大家如果还记得我12月的影片中，因为偶尔还有摄氏几度的高温，所以菜园还是有东西可以采收的。可是从1月一直到2月中，这1个半月外面几乎都是冰雪。我的菜园保温的塑胶桶、保丽龙桶、花盆甚至暖棚都处于结冰的状态，根本就开不了，当然也浇不了水，它们也见不到光。那现在天气已经恢复到摄氏0度以上了，我们现在就去看看这1个半月来在冰冻状态下的植物是不是还活着。这个小的透明塑胶桶下面是快菜，就是白菜的一种。打开之后，哇，好多无壳瓜牛哦，怎么那么多又那么肥大？它们都不怕冷哦。我们这1个多月晚上几乎都是零下10度左右诶，把它们丢掉。其实你看这块菜还是长得不错的诶，现在温度已经上升到0度了，所以给它晒晒太阳。我猜它们应该过几天长得会更好吧。接下来这2个大的保丽龙下面是羽衣甘蓝 Kale， 还有快菜，也是白菜的一种。虽然保丽龙更保暖，可是因为它是不透明的，所以里面的菜这1-2个月来是从来没有见到光。看起来效果是没有刚才那个透明的塑胶桶的效果好。那边是草莓区，草莓因为不怕冷，每年的冬天我都是让它们这样子冻着。等到3月雪融化了，它们就会开始正常的生长，所以不用太管它们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看看另一区是什么情况。这里的话呢，我也是种了一些白菜，也是用这种透明的但是大一点的塑料桶，看起来有点奄奄一息，不过没关系，只要没有死，晒几天的太阳应该就会恢复正常了。那旁边这些雪地下面埋的就是红萝卜，现在雪太厚了，也看不出它是怎么样。刚刚看了这些经历了1个半月的大雪还有冰冻天气以后，完全没有理这些植物的状态下，这些植物真的很耐寒耶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了它们的生存能力。另外，没有想到这个透明的塑胶桶这么的神奇，我现在就来好好介绍一下这个保温神器。这种透明的塑胶桶我觉得其实还蛮贵的，你看我这个塑胶桶用了才2年，已经这样破破烂烂的了，所以我是不建议大家去买新的。如果家里有不要的或者是准备淘汰的，都可以拿来使用。我使用这种透明的塑胶桶是全年都放在户外，冬天是拿来做植物的保暖，那夏天的话我是拿来接雨水。所以经过了夏天30-40度的这种高温，然后冬天是大概零下20度的低温，然后再加上全年的风吹雨打，大概1年的时间它就开始龟裂，然后拿起来可能还会裂开。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就已经是破破烂烂的了。但是其实只要这个最上面的地方没有破洞，然后边边角角的
有一点损失，其实没有关系的，因为在冬天保暖的时候，旁边只要铺一些稻草啊什么的，还是可以使用的。当然，如果你可以在天暖和的时候拿到室内里面最好。在美国呢，有很多人喜欢用这种透明的塑料桶来做春天育苗的保暖工具。有些人是会把塑胶桶的底部打几个洞，然后把土直接放在里面，冷的时候盖上这个盖子就可以了。但我觉得这个缺点呢是，如果你放了土以后，这些塑料桶会很重，所以要移动起来的话就不太方便。那另外一种方法是我比较推荐的，就是像我这种直接倒扣在植物上，也不用打任何的洞。如果湿度很高或者是温度太高的时候呢，你要调整，就是把它拿起来一点点，随时调整都非常的方便。而且因为它是透明的，所以植物也晒得到阳光。那如果在遇到强风啊什么的，你只要在这个最上面盖一个砖头，放上一个砖头，就不怕被风吹走了。如果你是在阳台种菜，或者是比较怕麻烦的人，那也可以像这个网友一样，直接买整包的土，然后在下面打洞，然后把最上面呢剪开来，然后洒水，直接把种子撒在那个上面，这样就可以直接育苗，然后种菜。天冷的时候呢，就盖上这种透明的塑胶桶子，随时打开一点透气什么的都很方便，也不太会有虫子。每年的2月、3月是大家准备育苗的好时机。如果你是用其他的方式育苗的话，准备一个这样的塑胶桶子，万一天冷的时候盖一下，才不会前功尽弃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记得点赞或者是关注我哦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